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4年10月22日周二晚间的6点35分，又到了每周一期的科普分享环节。那么今天这支影片呢，我帮各位整理了一些你踏进币圈初期会遇到一些相关专有名词的解释。我相信部分观众老爷光是查专有名词的解释就可以花费整个晚上的时间，或者你根本就懒得查，那恭喜你有福了。在踏进币圈之前的话，你可以把今天这部影片观看完整，因为可以省下你非常多的时间。虽然我也是个币圈的小白，没有多厉害，但至少有在币圈缴点学费。总之在币圈待下一阵子之后呢，我发现币圈的专有名词真的是多到不行，很多新手看到这么多专有名词一定是快吐了。别担心，我懂你们的感受，因为我也会用我新手的角度来跟你们解释，尽量可能会讲的偏白话一些。那本片会以4个大区块分别介绍相关的名词。那么在正片开始之前，先提醒一下，如果你觉得我讲话速度太快或者太慢，记得可以点击一下右下角那边有选择速度的功能。OK，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首先你在踏入币圈初期将会看到的一些专有名词。那么第一，相关联的话是区块链相关。区块链也称 blockchain， 那么它是借用密码学来记录一些交易，就像大家共同拥有一个虚拟的账本，谁跟谁做了交易，交易记录就会体现在这个虚拟的账本上。所以骇客想要去篡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想象成为有一位上帝，他负责处理账本内的所有内容，没有人能够动他一根汗毛，就是这种感觉。第二个，中心化跟去中心化，简单来说就像我们平常使用的人民币是由政府发行，所以我们的中心是政府，这个就叫中心化。相反，去中心化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没有中心，大家都是共同管理我们刚刚提到的虚拟账本。第三个 Metaverse 也称元宇宙了，感觉其实很难懂，其实它是由 Meta 和 Universe 组成的一个单词， Meta 有超越的意思， Universe 就是宇宙。那元宇宙其实有蛮多不同的定义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虚拟的世界，好比之前很红的一级玩家，或者是以前很红的刀剑神域。人们想要去创建元宇宙，就是因为人们希望能够摆脱现有的环境，在另外一个世界当中创造另外一个自己，享受另外一种人生。第四个，以太坊，它是一个去中心化公共区块链平台，也是目前使用人数最多的区块链。第五个 Smart Contract 也称为智能合约，它是区块链当中制定合约所使用到的特殊协议，这是一种自动执行的合约，将双方的协议条款写入到代码当中。这里比较难解释，简单的来说就是我跟你交易，这个中间呢会产生一个智能合约，这个合约它是不可逆的，只要我和你的交易成立，也就是说合约成立，交易它就会自动执行。再来是虚拟货币相关的，那么进入到第二篇章喽。第一个虚拟货币就是虚拟的钱，以前我们玩就是线上的游戏的时候，里面的钱实际上就是一种虚拟货币的形式。比如说我们玩一些类似于枪战游戏啊，或者等我们使用到 GP 点啊或金币点去买一些枪械，这里使用到的货币的话就可以称之为虚拟货币。第二个 Crypto 加密货币，那它也是虚拟货币的一种，基于区块链的产生，基本上都会有限定发行的数量来去稳定这个币的价格。像比特币、以太坊，它都算是一种加密货币。第三个法币就是法定货币，也就是我们平时正在使用到的人民币、美金或者等这一类的钱币。虽然它跟虚拟货币没什么关系，但这里还是要去提一下，因为各位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词。第四个稳定币，那么它是价值相对稳定的一种加密货币，通过法币挂钩、演算法来管控等方式去维持这个货币价值的稳定。没关系，后文的话我们会提到一些相对应的稳定币啊。第五个挖矿，这个词的话大家应该不太陌生，在虚拟币刚出来的时候应该就有听过。挖矿不是线上拿锄头在挖什么东西啊，而是在区块链当中计算新的区块，或者是帮助他人完成交易，从而获得到一个虚拟货币的奖励，它算是一个动作行为。第六个矿工，就是在挖矿当中，也就是说你在链上帮忙计算，或者是帮其他人完成交易的人，这种人统称为矿工。第七个 BTC 也全称为 Bitcoin， 也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大饼。比特币是最广为人知的加密货币，目前价值是其他加密货币望洋兴叹而无法企及的高度，那么俗称币圈老大。第八个 ETH 中文是以太币了，那么在比特币基础上建立出来的新的加密货币，也就是以太坊的原生货币。虽然说比特币是最初级的加密货币，但功能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以太币的功能就蛮多的，那也是有听过它的价值未来是有可能超过比特币的，但是你听听就好。
那么它也俗称币圈老二了，仅次于比特币，价值第二高的虚拟货币。那么第9 USDT， 它是1:1等比兑换的美金啊，因为 USDT 的价格就是随着美金在跑，每一枚 USDT 的背后都有一个美金在做担保，所以价格不会有任何太大的波动，就是基本上不会有波动。那也被大家称作为 U。第10个 CMC， 那么全称的话是 CoinMarketCap， 那么还有相对应的一个 CoinGecko， 这些都是能够让你查币价的网站，就像查股票的价格是一样的。再者之后的话是钱包跟交易所相关，那么钱包分为2种，一种是热钱包，一种是冷钱包，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两者虽然都是用来存放加密货币的钱包，但是我们日常当中接触到热钱包的话，举个例子啊，一个是比如说 OKX 的插件类型的钱包，或者是 MetaMask 小狐狸这种类型的钱包称之为热钱包。冷钱包的话通常是硬件钱包，这种是实体的，并且需要连线或者只能使用蓝牙 USB。那这种的话相对来说会比热钱包更加的安全。第2个币安，币安在2018年的时候已经声称自己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没毛病。前华人首富 CZ 赵昌明创立，最初创立的话是在中国，但是因为地区管理条例的话转移至其他国家。你值得拥有它，作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提供的功能性以及是它相对应的造富效应是非常之强的。通过我们视频下方的 OKX 注册邀请链接，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的优惠，也同时可以获得到数字盲盒以及对应体验金的福利。这些盲盒当中也藏有丰富的奖励，这是不容错过的。那么接下来币安也有大福利等着你，通过以下注册链接，也同样可以享受到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优惠的同时，享受到诸多福利。因为币安作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提供了丰富的空投活动和交易的机会。赶紧点击注册链接，成为一个真正的 Web3 人。第4个 BNB 智能链，那么它是由币安开发的一种区块链，跟以太坊其实差不多，是一个公共的区块链平台。那么第5个 BNB 字面上意思就是说币安出了一种加密货币，是属于他们平台的治理代币。第6个 TRC20、ERC20 以及是 BRC20，我们把它称之为你传输虚拟货币的通道，在你每次转出或者是要接收虚拟货币时，你都要去确认两边的通道是同一个。就现在的话，我要转币给你，那我现在要选链了，我选择的话是 ERC20， 那你接收的地址的话，那条链也一定是 ERC20， 不然的话会出现转不过去或转失败。如果转失败的话，你这笔钱的话就不见了，就不翼而飞了。它在你转币的时候就会要求你使用哪一个通道。OK， 我们来进行下一个 Gas， 就是手续费，每次交易的手续费都不太一样， Gas 的多和少会取决于你当前链上的拥挤程度，或者是根据你选择通道的不同而有所改变。那同时确实也可以手动调整，手续费越高，交易完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第9个地址，那这也是一个经常会看见的词，每当你在交易所或者是加密货币钱包当中创建一个新的账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地址。地址就是你其实就相当于你本人的银行卡号，你跟其他人交易的话都会使用到这样一个地址。然后提醒一下，地址跟地址之间的交易一定要确认一下我们刚刚提到那个通道，也就是相对应选择正确的链，这样的话是可以建立2个地址的连接的话，不然交易的话是永远无法成立的。OK， 最后是衍生品相关的，那么比如说第1个 NFT， 那么也称非同质化代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张发票、一个凭证，或者是某项物品的编号。如果你拥有某一个虚拟物品的一个 NFT 啊，那这个就表示这个 NFT 是你的，然后并且它是独一无二的。第2个 Mint 铸造，如果你看到 Mint， 你可以想象成你花虚拟货币抽那个项目的盲盒，你就会随机获得到那个项目制作的 NFT。第3个 Transfer， 顾名思义就是将你的虚拟货币或者是你的 NFT 转移给其他人。第4个空投，一般是项目方发放这样奖励，但同时需要你去做一些相关类型的任务。我们这个频道呢就是以空投出身的，所以还请大家时常关注一下我们频道发放的一些空投资讯。那么下一个它是 DeFi， 是一种基于区块链的金融体系，也就是区块链里面的银行。第6个 GameFi， 也称作链游，就是跟虚拟货币或者是区块链扯上关系的游戏，有可能是电脑游戏，有可能是手机游戏。我们大家日常接触到其实最多的 GameFi 的话来自于 TG， 也就是我们的 Telegram 平台。第7个 White Paper， 白皮书。白皮书通常是某个组织或者团体为了解释某个项目去相对性的针对一些产品啊或者是一些项目啊
等等做的一些宣发的东西。那么意思就是说来去诠释他们这个是做什么的。那我也知道仅凭这支影片的话不可能概括出全部，那我还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个相关类型的文档。这里的话文档具体说明了一些比如说我们日常当中能遇到的一些 formal 啊 holder 啊 FG GM 等等等是什么样的意思，那这些我认为是我们日常当中比较常见到的。首先我们来解答一下什么是，就是第一张图片什么是一级二级市场。那么一级市场就是对那些已经发行但是还没有上交易所的一些币，那么二级市场呢，就是已经发行并且上了交易所的一些项目，像什么以太币啊，或者大家熟悉的什么币，都是属于二级市场。那么什么是土狗或者金狗呢？土狗的话就是一级市场的意思，就是已经发行但是没有上交易所，然后等等这些项目，那大笔皆是啊。金狗的话就是一些被大型企业看好的项目，像是被以太坊投资过，像是被币安投资过等等等一些比较有潜力的项目，这种就属于金狗。那么什么是貔貅呢？貔貅的话它是一种年兽，就是只能吃不能吐的一个神兽。然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币你只能买但不能卖，它实际上就是很坑人的一个币。我们相信在昨天去一开始那个参与那个 Donk 就是 DUCK 的时候，鸭子的时候，应该有人会遇到，就是说你买了那个币但是你卖不出去，那这种的币的话就是比较坑人的。那什么是 FOMO 呢？ FOMO 就是因为担心错过投资的机会产生的一些恐惧感，所以这个 FOMO 情绪你说它是好还是坏呢？这个不好说，因为有些时候 FOMO 情绪是能给你带来一些好处的，那有些时候 FOMO 的话会，因为大家都是感官动物，大家都是有情绪在的，有时候就很像是一场赌博，你越赌越会上头，然后损失的东西就会越大。GM 的话，这个我们在 CZ 刚出狱的时候，我们有看过他发布一篇推文，就是 GM 实际上是就是跟大家去进行打招呼。那么 Holder 它过于是拼写错误，后来被指用为就是社群当中长期持有的一些加密货币不愿意卖出的这批人，然后这个说法是熊市牛市，大家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像熊市的牛市。那么 ATH 的话是历史最高价格， ATL 的话历史最低价格，然后这是金鱼，然后指大量持有加密货币的投资者。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就是在金色财经这个官网当中，比如说巨金抛售啊，多少多少的 ETH 啊，多少多少的比特币啊，然后会造成市场的恐慌。那么这种就是 DeFi 的话，去中心化金融 staking， 通过质押加密货币以参与网络共识的过程，通常能获得到相对应的质押奖励。但是这个奖励的话，今年的话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好。我们这些零撸的玩家的话，都获得很少的收益的话，那么按理来说，你这些花真金白银的人应该能收获的比较大。但是据我看来，应该也不太行。Mining 就是挖矿，通过计算过程，然后获得加密货币作为这种相对应的报酬。本篇文章为大家整理了大约是50个专有名词的解释，以及是相对应的一个加密货币的分类。同时这篇文章的话链接是共享的，所以任何人知道这个链接的话都可以进行到参阅。那么也是方便大家在日后啦，就在加密货币世界当中可以越走越远，然后学到更多东西。因为在这里，在这个环节当中，在 Web3 当中，或者是在其他行业当中，学习是永远是第一位的。你只有不断的去学，才会进步了。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如果过程当中对你还是有所帮助、有所收获的话，还请高抬贵手，一键3连。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